大家好，这节课给大家讲解医疗项目第二个镜头的制作。我们先来看一下， lipid generation algorithm and both proprietary 这就是第二个镜头。然后这个镜头的话， lipid generation algorithm 这一部分就是我们上一节课讲解的 LNP。难点的话，就是这个我忘了，应该是细胞的结构，以及它这样一个 LNP 深入到细胞内部有这样一个凹凸的变化。再就是渲染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们先来制作就是细胞的这个主体部分，就是这个球。正常就是先建一个球体，然后这个地方一定要先给 UV texture， 因为在后期渲染的时候这个纹理褶皱是必须要通过 UV 来实现。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UV， 这个球体就是使用这个 UV texture 这个模式，选择 Polar。一个 mountain 节点，带动画的，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噪波，然后速度比较慢，然后加面让它更顺滑一点。这个就是小噪波，你看对比上面一个小噪波。这个的话就是其实也可以使用 mountain 的方式再增加一层噪波这个地方使用的是 A noise， 并没有带动画，只是在它的表面上增加一点细节，可以看一下，对吧？然后接下来的部分就是我们来制作 LNP 进入这个细胞内部，它是怎样实现这个凹凸效果的。首先我们需要把这个 LNP 这个结构引入进来，然后给它做一个移动的动画，也就是这个地方，看一下，有一个 K 了一个针，然后这个地方我们为了节省资源，对这个 LNP 底下接了一个 Sphere 节点。Sphere 节点其实就是能够让它直接识别原始的这个 LNP 的大小，然后套在上面，看一下，然后只对这个球体做了一个 K 针的动画，同时对里面撒点，然后给予了一个 mask 属性。左边的话也是给了一个 mask 属性，然后将它这个属性传递过来。你看这个移动的点传递过来，传到这个细胞上。所以这个地方为什么要撒点呢？这个你如果不撒点的话，你看它只会识别这个球体上面表面的这些点，这个点数太少了，所以你需要在内部撒点。它有这样一个属性的传递动画，对吧？然后注意这个 distance， 还有包括这个 blend 这个属性传递的值。我们得到这个值之后，然后根据它的法线，方向是吧？对点进行一个动画，然后这里面使用的是 point warp， 核心节点是这个 displace along normal， 根据这个法线值，
然后对它做一个置换的效果。这个 mask 就是控制它的置换的大小，然后这个就是来控制它的倍率，所以它就有一个位移的动画。根据这个的话，它就有一个位移的动画。然后得到这个动画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表面不够平整，所以我们根据这个 mask 点 mask 大于0的属性给予一个组，然后将这个组由点组赋予移动到面组。这为什么要移动到面组呢？是因为你如果需要使用 smooth 节点的话，这个地方必须是一个面组，然后对这个面组进行一个平滑，你看它就整体就变得平滑，是吧？然后再对整体做一个平滑，就完成了这个动画。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上面这个部分，这个结构名字我忘了。然后它的基本的办法其实就跟我们上一节课讲 LNP 散布在上面的这些螺旋、这些黄色结构是一样的。首先对这个球体本身上面撒点，然后这个球本身是移动的嘛，我们需要固定到第一帧，也就是说对运动的表面撒点。正常是使用这个核心节点，然后固定在其中的某一帧。我们把这个点看，对吧？然后它就会这个点就会根据这个物体的表面做运动，而不会产生滑动。然后我同时做了个资产，这个资产的话，在我的频道里面也讲过，跟那个控制大小是同时讲解的。然后删除了其中的几个点，应该是跟这个地方镜头有点冲突，你直接就选择删除，选中，然后按 delete， 做大小的随机。然后这个结构我们怎么得到呢？使用的是胡迪尼自带的这个节点 L system， 是用 for each， 让每一个点克隆上去的这个 L system 都不一样。这个东西也是上节课我讲解过的。我们得到就这个东西，它根据物体的表面做移动。我们看一下，然后这个地方再次做了一个，然后对这个每一个这个树杈小树杈上面再撒点，同时这里赋予了一个对这些点赋予了一个 mask 值。这个节点的意思就是离这个表面越近，这 mask 值越大；离得越远越小，这个树苗上就是赋予这个点一个 mask 属性。然后我们根据这个再做一个随机，我看一下啊。然后同样就是直接将球体跟这上面一样的办法克隆到这些小树杈上面的点上面。然后这个地方是勾选了这个 instance， 所以它速度很快。这个点是比较少的，因为我们本身这个球体可以看到，然后最后得到细节也比较少。我们看这个细节是比较少的。然后这个地方是用在哪儿呢？用在这后面这些细胞，这上面的这些黄色的这些树杈。
然后特写的部分我们是另外制作的，也就是这边同样的，你看这个是用的另外一个办法，做了6个不同的树枝，然后同样是克隆到球体上面，看这边是一样的，然后给一个 P scale 大小，这个其实应该不需要，因为它的点是没变化的，我记得，对，它是没变化的，这个东西其实不需要，看一下，不需要。然后我们来看这个结构，将在这上面，在这些小树枝上面撒点，然后将这些球散布在这些小树枝上面，利用这个 for each 是对每一个树枝上所撒的那个点的种子值都有区分，都有变化。然后将这个结构因为比较复杂嘛，我们要将这些球体做一个 VDB 的融合处理 ，smooth 一下，然后转换为 VDB， 转换为那个 Polygon， 投了一个 box 的 UV， 然后再把这个 class 值拿回来，因为所有经过 VDB 处理的物体，它本身上游得到的点属性都已经丢失了，然后我们再将每一个都做一个解算，并把它缓存下来，得到的就是6个结构的树杈，然后再将这6个分别克隆到原始细胞球体上，我们看一下，然后这时候得到的这个小树杈，它的细节就比较多。这就是建模的主要部分。另外那个动画，相机动画的话就比较简单，直接刻了一个位移就结束了。然后还有一个点比较有意思的是，就是这外面散布在后面的这些球体，我是怎么制作的呢？因为它本身我们做渲染有2个点，这后面的球体，第一个是它不需要很好的细节，因为它是作为一个背景存在，然后我们会做一个摄像机的虚化。第2个点呢，就是它的位置要非常可控，同时它渲染要很节省资源，所以我们必须要把它作为实例渲染。然后位置的控制，那我们这里使用一个比较特别的办法。我们先是在这中间撒点，对吧？就是主要的细胞物体跟这个背景中间拿了个立方体，然后对它中间撒点。撒点它是比较随机的嘛，但是我们需要很好的散布在我们想要的位置，应该怎么操作呢？这里我们使用 rig pose， 就是修改那个姿势骨骼的，我们在这个地方是可以使用的。我们把这个点放大，这是它本身撒的点。然后我们如果要控制这个点的位置 ，rig pose， 然后按一下回车，我们直接可以在这个地方位移。它是通过修改矩阵信息来修改点的位置，它比较方便，而且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
它的这些数据是很容易看到的。如果我们用惯常的办法啊，比如说我们进入按 S 点模式，选重点，按 T 键，我们一般是这么来操作这个位置的。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我们如果控制多个点，它就不会，你看这个数据的话，比如说我们刚刚控制的第几个点，这是第0个点，对吧？然后第5号点，你看它0号点的数据就没了，就不在这上面显示了，对吧？你如果想让它显示，你每个都很容易看到，那你得叫什么？新建一个 edit。你看，你这样控制就，它每个才能看到。你看第7号点、第0号点。但是如果你使用 reg pose， 你每控制哪个点，你看，比如说这个地方，它都能看到7、6、1，你改了哪个点，这个地方一目了然。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办法。然后我当时这个点数是少了点，然后我使用 add 加了3个点，将它们合并起来，然后做了一个方向的随机。我记得这个地方方向好像没用。你如果想要随机的话，其实直接在这个地方手动控制，对吧？因为它是在背景嘛，其实这个地方不是很重要。当然这个地方也失效了。为什么这 Orion 的4元素失效了？因为它使用的是3×3矩阵。3×3矩阵在克隆里面控制它的旋转位移缩放优先级是最高的。所以这又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你比如说，我们最后我们看这个镜头，点进去看一下，显示所有的物体。实际上，这个球体就是这个主物体，这个球体是它的大小是比其他的细胞要大的。但是你如果使用 p-scale 属性是没有办法控制它的大小的，因为刚刚讲了嘛，3×3矩阵的优先级最高。那怎么做呢？就是我们选中这个球体，回过来选中这个球体，好，6号点，然后在这个地方 scale 直接控制修改它的大小。你看我就改成了 1.8， 它跟其他的比，其他都是1，所以它最后得到的这个球体实际上有这么大，原始只有这么大，对吧？这个非常有意思。然后还有一个地方，就是这个镜头当中，它有一些粉尘，看一下，你看它飘散在空中的这些粉尘，这个东西怎么做的呢？ dust 在这儿，用一个 box 使用 Voronoi fracture 断开，右边连接的是点，就是附着在内部的点或者表面的点都可以。然后这个点的数量控制它断开的块数，然后使用这个节点可以查看它每个碎块的样子。然后看一下，我们看一下这个镜头先。然后我们在这个区域，就是摄像机视角的位置。摄像机在这儿，
摄像机视角的位置撒了点，这看得不清楚，但摄像机撒点，然后对这个点做了一个模拟的 PopNet 的一个运动。我们看一下，这个很简单，就是简单的一个 Pop Wind， 给了一点噪波的风力运动，然后只在第一帧撒点。光帧断开，速度太慢了。你看它是这么运动的，然后在摄像机里面可能这个速度又太快了，所以做了一个降速的处理。0.7，因为它这个点数量是固定的，所以我们不需要勾选这个差值。点数量固定，说明它的 PT num 是不变的。然后使用 copy to point， 然后前面做的切块，它是带有一个 name 属性的，是吧？然后所以这个地方还是之前讲到的，它默认的 name 属性 name 做一个克隆，这个 pscale 是做它的大小，看不清楚。看一下啊，那就是这个。你看，它就有一个飘散的运动。其实这个东西也比较简单，其实也可以用我们之前讲到的attribute noise 做，不需要做模拟，直接给一个attribute noise 里面那个节点上面做一点，开启那个动画选项就可以了。同样的，还是之前讲到的，给了一个 class 属性，并且做了一个 AA 值的随机，也就是后期我们做一个颜色映射嘛，0到1的，可以用到。这就是建模的部分。刚刚漏了一个部分，就是这个 LNP 在往下挪动的时候，黄色的这个树杈中心的这个部分是往下走的。这个地方实际上是用手 K 的。我们将这个所有的这个放到一个 GEO 里面，然后挑出核心的这个部分，等根据原始的 LNP 的运动K 了一个位移，然后再将它们合并到一起，就是这么简单。然后渲染的话就相对简单，看一下，几个注意事项我讲一下。首先是灯光的话，就是给一个 HDR 灯光，然后其他的就是哪个地方比较暗你就补哪个地方。然后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主体的部分你需要背面给一个补光，因为它是用的一个 3S 材质。注意这个细胞的材质，我们看一眼，这个细胞使用的是原始的 3S 材质，没有使用那个标准材质。然后另外根据它的 UV 属性给了一个 noise， 然后这个 noise 的模式，注意是这个。然后我很少用 displacement， 因为这个东西非常吃资源，渲染的话，所以大部分情况下可以说是99%的情况我都是使用的是bump， 就是给它的发线或者给它的这个 height field，
然后另外一个注意的点就是主体的这个 LNP 结构，我是这个地方是没有使用到上节课那个 LNP 的用的那个菲涅尔，包括我在最后做这个镜头的时候也没有使用到菲涅尔。为什么？因为这个菲涅尔套了一层白光之后，在这个镜头之下就会显得很泛白泛灰，所以这个镜头我实际上是没有用菲涅尔，就直接改了个颜色就可以了。然后这个的话就是这个结构的话，看一下这个结构也是我记得用的也是 3S。对，也是直接使用的一个 3S， 然后这个地方给的比较高，用灯光打的比较强，然后有一个背光，所以你这个值给的很高的时候，它就会很透。然后这个镜头就前期就给了一点对比度，包括套了一点点滤镜。这节课就讲到这儿，谢谢。